大家好，这里是猿猫说，咱们一起看看世界的变化，聊聊你我的生活。最近在日本商界炸了一个超级大瓜，而且不是那种明星八卦，是真正关系到日本国运、打工人的命运和企业未来的顶级论战。主角就是大家都很熟悉的优衣库母公司迅销集团的会长柳井正。他直接扔出了一句话，在日本全网全企业界都炸翻了天，再不改，日本就会走向灭亡。他骂日本劳动者素质衰退呀，说现在的日本人只能做简单的工作，知识型工作必须依靠移民。他戳破了日本经济30年不涨薪的真相，说平均年薪只剩200万日元，购买力腰斩。他还喊出要搞少数精英模式，淘汰低效文化。年薪200万日元啊，换算成人民币大概就是年薪9万，或者美元是大概年薪1万2美金啊，然后再换算成新台币大约是40万新台币点薪啊。这个反正在日本那个消费水平来说呢，肯定不能算很高。这话一说出来，日本的企业家直接就划分3派啊，互相对。有人就说他抹黑日本，有人就说他太有道理了，再说再这样下去就完蛋了。今天这期节目呢，我们会具体聊一聊柳井正到底放了什么狠话，日本经济真的有那么烂吗？日本的企业家们是怎么互撕的呢？以及他们的社会到底卡了什么死结？当然最后我们也会聊一聊这一切对我们自己又有什么参考。先简单的介绍一下主角柳井正啊，优衣库的创始人，常年的日本首富，把一个山口县的小西装店做成了全球快时尚的巨头，年收入几万亿日元。他也不是纸上谈兵的学者，而是真刀真枪打过商战的企业家。他说话在日本的企业界分量极重，但是这一次他有点太狠了。2024年8月底的时候，他上日本电视台的一档节目聊日本劳动力和经济现状的时候，就说了这3句狠话。日本首先第一是日本劳动者的素质逐年下降，现在能做的只有简单的工作，知识型工作则必须依赖移民。第二则是日本已经沦为平均年薪只有200万日元的国家，实际工资则是30年不涨，加上日元的贬值，购买力直接腰斩。这个薪水在日本的物价上肯定购买力不算高啊。第三，再不改变，日本人将正式走向灭亡。现在必须要走少数精锐路线，就是走那种平民，现在日本算是平民友好型社会了。你要改成走精英友好型社会了，那谁是典型的精英友好型社会呢？说实话，我觉得韩国和中国就是典型的精英友好型社会啊，非常的卷啊。日本相对于中国韩国来说，都只能算是不太卷的。这话一放，日本直接炸锅。我们先把它的逻辑拆开，你就知道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破防。柳井正的第一个核心指控是劳动力质量大滑坡。他说现在的日本的年轻人啊，打工人只能处理重复且简单且标准化的作业，社会需要创造力、决策力和全球视野的知识性工作，本土人才顶不上去。企业要搞研发、搞管理、搞全球扩张，只能从国外找人。当然另一部分就是大部分人搞快乐教育嘛，可能很多本身有潜力去做精英的人啊，他也没有被培养出来，甚至因为长期的低生育率根本没被生出来。这里呢，柳井正他也不是随口骂，优衣库在全球有几千家分店，日本、美国、欧洲、中国、东南亚都有。他最清楚同样一个岗位在全球人才的对比下，日本
员工的短板越来越明显。所以他说的话并不是单纯的情绪发泄，他是对人口、对劳动力、对竞争力的综合判断。日本的少子化、老龄化已经到了临界点，新生儿年年新低，劳动力一年比一年少，人少就算了，素质还跟不上，企业只能外求人才。但日本社会又保守排外，移民门槛很高，这不就是等死吗？所以他开出了药方少数精锐路线。简单的说就是不要搞大锅饭，不要搞平均主义，不要搞大家都一样，用更少的人、更高的工资、更强的能力去创造更大的价值，淘汰摸鱼低下形式主义的工作文化就是战狼文化要搞起来呀，企业家都喜欢，这是他放出的第一单。第二代则是戳破了日本经济30年的遮羞布，薪资停滞，购买力崩溃。刘景镇用的数据是按全球标准，日本已经是平均年薪200万日元的国家，换算成人民币也不到10万块。注意，这是平均，很多中小型企业临时工兼职还达不到这个数。更恐怖的是后半句实际工资也没有30年没涨过再叠加日元贬值，购买力就直接腰斩。1990年代初，日本泡沫经济的巅峰，一个大学毕业生的起薪很高，房价高，消费猛，满世界买。那时候的日元也很强势，结果是泡沫破裂了以后，进入了逝去的30年。从1990年到2024年，日本名义工资的涨幅只有 4.4%， 几乎等于没动。而美国涨了 47%， 英国涨了 44%， 连韩国都超过日本了。其实我觉得中国要分中国底层工作也没怎么涨但是顶层那可能确实也超过日本了。最近几年的日元疯狂贬值，同样的日元工资换成人民币、美元，价值都会直接砍半，物价在慢慢涨，工资却一动不动实际生活水平一年比一年差。刘景正说，工资这么低，你还能要求员工干什么呢？要有创造力，要有全球竞争力的工作，是有可能用这么低的工资来招到的吗？所以这是一个死循环，工资低等于留不住优秀人才，企业创新不足，竞争力下降，利润上不去，更不敢涨工资，年轻人躺平，低欲望经济更差。他把这个循环就直接揭露了出来，而且他又放出了第3颗炸弹第3弹，批判日本低效工作文化，准时下班，形式主义磨洋工。刘景镇是全球经营者，他看日本企业人不少，班没少加，但是效率极低他看的可能是跟中国或者韩国比连韩国都超过日本了。最近几年的日本日元疯狂贬值，同样的日元工资换成人民币、美元，价值都会直接砍半，物价在慢慢涨，工资却一动不动实际生活水平一年比一年差。刘景珍说，工资这么低，你还能要求员工干什么呢？要有创造力，要有全球竞争力的工作，是有可能用这么低的工资来招到的吗？所以这是一个死循环，工资低等于留不住优秀人才，企业创新不足，竞争力下降，利润上不去，更不敢涨工资，年轻人躺平，低欲望经济更差。他把这个循环就直接揭露了出来，而且他又放出了第3颗炸弹第3弹，批判日本低效工作文化，准时下班，形式主义磨洋工。我印象中日本人不是加班文化的鼻祖吗？准时下班磨洋工，那说的不是应该是欧洲人吗？欧洲人是真的准时下班，甚至能不给你提前下班就不错了。刘景镇是全球经营者，他看日本企业人不少，班没少加，但是效率极低他看的可能是跟中国或者韩国比那极具压榨性质的那种效率。很多公司讲究准时下班不加班听起来很美好，但是在全球竞争力就是致命的弱点。
不是说要无底线的压榨，但是他看到的是很多日本企业流程繁琐，会议冗长，决策极慢，等级森严，怕担责任，员工上班耗时，下班准点跑，产出和收入完全不匹配，劳动力越来越少，效率又上不去，国际竞争力怎么可能不下跌呢？那其实也就是他每一句话都让我觉得他在跟中国和韩国比。GDP 被德国赶超，马上就要被印度赶超，是曾经称霸世界的家电电子半导体一个个都被赶超收购退出市场。刘景正的逻辑非常的冷酷人口减少意味着再加上效率低下，再加上薪资低迷，再加上人才断层，它就等于国家衰亡衰退，还没到衰亡，但是衰退所以他才说出那句日本人呢，准确的说是日本人正在走向灭亡他的观点就是这些了，已经很劲爆了。虽然他提出的这个现象，日本大家都知道就是老龄化啦，低效率啦，工资长期不涨但是他得出的结论有点爆裂。接下来呢，就是日本商界的互撕现场日本最有代表性的几位企业家，因此就立刻分成3派公开对峙第一派是反对派代表人物前泽有作，前泽有作是 ZOZO 的创始人，也是日本顶级富豪。ZOZO 株式会社也是日本最大的时尚电商集团。前泽有作也算是日本企业家中的少壮派十分的年轻，只有1975年出生的刚刚50岁正好做个对比刘景正优衣库的刘景正，他出生于1949年今年已经是77岁。那么前者有作的观点和刘景正是正好相反。前泽有作从事的是一个互联网行业，而且还有很多粉丝。他的核心观点是日本没有那么差，日本人的工匠精神细致严谨都在全球是独一份的核心竞争力。他认为也不能盲目迎合全球化，不能什么都学美国，丢掉日本特色反而会失去优势，而且也不应该一上来就依赖移民，应该先激发日本人自己的潜力他说刘景正一上来就说日本人不行，要靠外国人，这就是在否定日本的价值。日本的强大恰恰来自那些日本独有的东西。这两个人的观点一个左一个右前泽有作的观点就是应该守传统，信本土，而反对盲目全球化。这一派在日本民间的支持率极高，大家听着都很舒服。一般守传统信本土的，那尤其是在东亚是吧，肯定都有很高的支持率。东亚其实是没有那么容易尤其是日本是没有那么容易走全球化的，真正的那种人才的全球化。第二派中立派代表人物三木谷浩史是乐天集团的会长。乐天也是日本电商互联网巨头，三木谷浩史也是江湖地位极高的大佬我们也来看看他多大，今年三木谷浩史出生于1965年的3月11日刚刚过61岁生日所以也是他是其实是不是挺有意思，刘鼎正77岁然后前泽有作50岁，而他三木谷浩史61岁，正好年龄在两人中间，观点也在两人中间。那么三木谷浩史的表态有点圆滑他说他不评价刘景盛的原话日本没有元气，活力不足也是事实，但他批判过度宽松的工作文化，准时下班低效率确实影响竞争力。是东亚人还是要重新卷起来，是吧？是没有希望，还没有躺平的希望的。但是移民这个敏感话题他不去触碰，他也不站队你看，其实在日本移民已经是一个非常敏感的话题。其实日本相对于欧美来说
不能算是一个真正的移民国家是吧？但是已经很敏感了。他相当于说，问题他都承认了，但低效他也同意，但是移民这种得罪人的事他不掺和。这是大多数日本大企业高管的真实心态，心里认同危机，但是嘴上也不敢说太狠。还有一派则是支持派，代表人物，这个代表人物是枯江贵文啊，他是日本知名的企业家和投资人以及 YouTuber 啊。他也曾经创立过一个互联网公司叫活力门 Live Door， 但是2006年的时候又因为证券欺诈粉饰财报而被，后来被判了2年0.6个月的实刑，到2013年出狱。他出狱以后就转做投资自媒体，认识一个话题人物。那么他是1972年生的人啊，今年53岁，所以说他是和前者有作的同龄人啊。那么他的观点就直接站对了刘景正啊，所以也就是说他和前者有作还是反方啊，他直接力挺刘景正。他的核心观点是刘景正说的对，日本的劳动力就是不行，效率就是不行，思想就是保守，而开放移民是唯一出路，如果不接受高端人才，那么日本必死。现在的保守思维就是锁国啊，闭关锁国，现代的闭关锁国和当年没有区别。他直接说那些反对移民、守着传统不放的人看不清现实，只会把日本拖进深渊啊。所以这3个派别啊，各自为政，都是在讨论一个未来道路。日本未来道路其实就是移民路线啊，各个国家，中国没有可讨论啊，但是其实很多国家，从欧洲、日本、美国这些发达经济体的移民已经成了一个根本，已经成为了一个路线的根本问题。其实刘景正的话呀，之所以引发这么大的震动，就是因为有种程度上是因为他说日本人正在消亡，这话说的太重了。但是日本也确实有3个结构性的死穴，几乎是无解的。那首先就是人口崩溃，老龄化、少子化，无药可救。这个死穴大家都差不多。日本的总人口啊，每年以几十万的速度减少，新生儿的数量屡创新低，老年人比例越来越高，劳动力市场直接崩盘，工厂缺人，服务业缺人，高科技行业缺人，科研机构缺人，发达经济体都一样。政府想了无数办法，但是其实都是杯水车薪。人少，那你效率高也行啊，但日本偏偏第2个死穴就是效率也不高。传统的终身雇佣员工序列听起来很稳定，但实际上对于企业来说不一定是好事儿。论资排辈，年轻人很难晋升，裁员也非常难，低效员工其实也淘汰不掉，等级森严，决策极慢。再加上日本的职场文化就是比方说怕失败，不敢创新。我觉得日本人的失败，那可能这些重要岗位的失败，那都是我感觉都是要谢罪的，是吧？所以大家你要说怕失败也不是没有原因。重形式轻结果，追求和谐，不喜欢尖锐，排斥外来者，移民融入难。这种文化在和平稳定存量竞争时代还行，其实就是在人口高，就是生育率非常高啊，一个家庭能生3-4个孩子的时候，那你排斥外来者，不接受移民其实是没有什么太大问题。但是在全球化、科技爆炸、快节奏创新的今天，就是慢性自杀。那还有第3个死穴啊，除此以外还有第3个死穴，就是经济陷入低欲望、低增长、低薪资的3重陷阱。首先就是低薪资啊，人均收入不到10万人民币是吧，200万日元。很多年轻人呢就不想买房，不想买车，不想结婚，不想生孩子，不想消费，也不想冒险创业了当然年薪10万在中国呢不算低，不能算低，在中国年薪10万可以算到中产的行列了。但是在日本那个消费水平呢，购买力也是可想而知啊。
因为工资不涨，未来也看不到希望，就干脆躺平。消费起不来，那么企业就没有动力扩大投资，不投资就不创新，不创新就不涨工资，继续躺。其实日本的光靠内需消费，它企业就不会有太大的动力扩大投资。当年日本的黄金年代，它也靠的是出口，所以说你光涨国内的薪资，日本消费是不是就一定能拉动整体的消费，能够达到让企业能够扩大投资的程度？这还不好说。但是无论如何说啦，这是一个死亡的螺旋。讲到这里，你就可能会问刘景正自己是怎么做的呢？他是不是只说不做呢？其实完全不是啊，他在优衣库的内部已经就按照自己的理念在干了。首先就是他疯狂转型，向全球人才看齐。首先优衣库在全球都是有竞争力的，优衣库连续多年给应届生涨薪，最乙薪的起薪可以达到37万日元，远超日本平均水平啊！那37万日元对于日本平均水平来说几乎是翻倍了。姚景正就说了，这点钱在全球看还不够，他的逻辑是给不起高薪就留不住顶尖人才。第二是彻底的实力主义淘汰年功序列，优衣库内部是不讲资历的，不讲年龄的，只看结果。有能力的年轻人20多岁就可以当店，30多岁就当高管都很正常，没有能力再老也没有什么用。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某种程度上意味着你20多岁可以当店长，30多岁也可以当高管，35岁以后可能就可以再就业了。那么第三，全球用人不看国籍，优衣库高管里外国人的比例非常高，他在全球选人推行谁行谁上。他说的是少数精英啊，他走的是少数精英的路线啊，他不是喊口号，他是真正这么做的。那么刘景正撕开的就是日本社会表面和谐的伪装。日本给外界的印象是干净有序、礼貌稳重、工匠精神，但是刘景正正在告诉你，这层表皮下面是人口的崩塌，薪资的停滞、效率的低下和创新的枯竭，以及思想的保守。其实我可以理解刘景正的危机感啊，因为优衣库在中国已经不能很算是非常有创新的企业了，它在中国应该很不错，但是这几年某种程度上随着中国电商的崛起优衣库在中国大陆给人的感觉已经是相对保守的。那日本其实就站在一个十字路口，要不就维持传统，要不就拥抱变革。选 A 等于慢慢死，选 B 等于痛苦的活。谁不是呢？这话说的，谁不是在痛苦又激烈的活着呢？那么刘鼎震的选项就是 B， 他是个冷酷的现实主义者。要活下去，就不能活在过去的辉煌里。好了，那么其实日本遇到的问题很多国家都在面对，或者即将面对。这其实是给所有处在转型期社会的一个警钟。日本的今天很可能就是很多地方的明天呀。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以上就是本期内容。如果你觉得这期内容有收获，欢迎点赞、转发、订阅我们的频道。我们下期再见。